如果你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别的亲人，并且超级有钱，你会去相认吗？小美是一家餐厅负责端盘的服务员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小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亲人，一个人的她略显孤独。这天，她偶然在电脑上看到一个节目，只需给点样本，通过检测相同DNA就能帮助你找到你的亲人。小美反正孤身一人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她将自己身上的毛发放入了邮箱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小美就收到了一封邮件，那人称是她的远房表哥，想邀请她见面。小美的闺蜜看到，劝说小美别去，万一被嘎了腰子，可就后悔莫及了。可小美实在太孤独，她没有听闺蜜的劝阻，选择了去见那个表哥。初次见面，表哥显得很是绅士。表哥说自己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大家族，接着说他的表弟即将在家族举行世纪婚礼，并邀请小美一同前往。小美被表哥的幽默风趣吸引，答应前往。她不知道，这一决定将使她后悔不已。很快，表哥用劳斯莱斯带小美来到了他们的大庄园，一同到来的还有许多女佣。表哥看到来了一个帅气的男人，他忙向小美介绍这是他的表哥，也是庄园少主，整个家族唯一继承人。看着少主多才多艺，小美突然对他好感倍增，觉得他笑起来痞帅的。管家将小美带到了一个客房，还给小美配了一个女仆大妈。小美受宠若惊，她的房间更是堪比总统套房，随便一个摆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。小美注意到墙上的一幅画，大妈介绍说是家里的一个老太太，很有深度的一个女人，但最近去世了。晚上小美躺在豪华大床上，她想着一定要将少主拿下，这样她下半辈子基本吃喝不愁了。但到了晚上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晚上小美夜跑时，发现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女人站着看自己。小美突然惊醒，原来是一场梦。但她突然看到旁边椅子上好像有人的影子，小美急忙打开灯，原来是自己的衣服。小美这才松口气。此时已经半夜3点，小美走了出去想喝点水，然而这时小美背后却出现一只手。大妈的出现吓了小美一跳，大妈说你应该回房间去，因为黑暗中不安全。小美只能听话的回去。女仆将图书馆蜡烛点燃，随后戴上耳机听着音乐。突然她点上的蜡烛全部熄灭，留声机也自动响了起来。女仆害怕的往上面一看，下一秒第二天，两个女仆过来找82年拉菲。忽明忽暗的电灯让两人紧张了起来，他们点上火柴，一个个看了过去。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，一个女仆竟还开起了玩笑。可她刚笑完，一只可爱的爪子真的摸了下来。看着空空如也的四周，女仆懵了。突然，她瞥到一个黑影就站在女仆的身后，下一秒而她自己惊吓之余，则摸到一只黑雀雀的脚。画面一转，女主小美精心装扮参加了婚礼晚会。这时的庄园少主邀请小美跳了个舞，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少主更是带她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热吻起来。可这一幕全被一个女人看在了眼里。晚上小美睡觉的时候，她发现窗子不知被谁开了下来，同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对爪子。小美吓得赶紧躲到床底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眼看鬼手摸了下来，小美突然被拽了出去。原来是少主英雄救美来了。看着一切正常的四周，小美甚至怀疑刚刚是不是自己的幻觉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个伴娘直接闯入了房间，二话不说就要带小美去做水疗。这是少主交代给他们的差事。到了水疗馆，伴娘金发妹先带小美来修指甲，另一个伴娘大个子在泡澡。看到金发妹和小美相聊甚欢，不禁开始冷嘲热讽，还说你不想知道少主背后干了些什么吗？这时的女仆一个不小心将小美的手指戳破，女仆忙道歉，小美说着没关系，大个子却走了上来要看看，最后竟直接缩了起来，气得小美破口大骂。回去途中，她想起大个子的话，决定潜入少主的房间看看。进来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羊头鹿头。随后她发现一份报告，那是自己的档案。原来少主一直在偷偷调查她。不久，少主来到小美的房间，看到小美收拾东西要离开，不禁疑惑。当看到那份档案时，少主笑了起来。他解释道，毕竟自己多才多艺，他必须得了解小美，才能确保不是奔着自己的钱来的。小美这才情绪缓和了下来。随后两人感觉来了，直接打起了扑克。而很快，世纪婚礼开始了。这是场前所未有的世纪婚礼，所有人的酒杯都是空的，红酒哪去了？只见他们按住一个上菜的女仆，直接将女仆一刀封喉。这样，一盆新鲜的红酒就出炉了。旁边的伴娘竟然还在疯狂大笑着。很快，红酒送到了少主手上。这变态场面将小美已经吓得说不出话。少主还对小美说道：“今天的婚礼就是他俩的。”换言之，小美就是今天的新娘。小美已经吓哭了。少主开始讲述今天婚礼的目的。原来他的一位新娘厌倦暗无天日的生活，选择了自杀。这一举动直接削弱了少主的力量。为了恢复自己
的实力，他才从美国找来的那位自杀新娘的后代小美来填补空位。小美这才明白，在房间里的那幅画就是她的祖母。得知真相的小美起身就想往外走，然而却被手下人拦住。晚上，少主开始 CPU 小美，只要和她结婚，财富、权力、强大的力量、永恒的生命，还有一个完全属于你的家庭。谁知听完，小美直接给少主吐了口水。没有办法，小美只能先答应与少主结婚。两人准备拜天地，按照流程，小美需要先吸少主的血，可以得到100个男人的力量，然后少主再吸小美的血，小美就可以长生不老。可当小美吸完少主的血后，她长出了灰指甲，面容青筋暴起，嘴里长出獠牙。然而少主想吸时，她竟不给少主吸了，说想吸女仆的血。可这其实是个幌子，她趁机将一旁的蜡烛全部推倒，直接引发骚乱，烧死不少人。少主想来阻止，小美直接拿起烛台，毫不留情插了下去。少主直接面容苍老成老头。随着火越来越大，小美带着女仆跑掉，然而身后大个子追了上来。大个子实力着实强悍，直接徒手插进小美胸膛。而此时另一个伴娘金发妹却攻击了她，大个子将小美甩出去。原来金发妹也厌倦了这里的生活，她想跟着小美一起去外面看看。两人打斗期间撞到了一只长毛上，双双殒命。醒来的小美就看到两人烟消云散的画面。这时管家又突然冲出来，手拿长矛一度将小美逼入绝境，可小美直接力量爆发，将长矛掰断，随后插入管家胸口。解决了管家，小美向着外面走去，可身后墙上却出现一个影子，小美还是被影子抓到。少主直接将小美提了起来，他还在声称自己是在解救小美，可小美宁愿死也不想要这些东西。众所周知，反派死于话多。小美趁少主说话的空档，从手臂抽出一根细丝，绑上少主的手臂，直接拉断，然后又一脚将少主踢进了火海。伴随着少主的死亡，小美身上吸血鬼的特征也全部消失。就这样，小美仅凭一己之力端掉了吸血鬼的老巢，而我只能在屏幕前扣666。